内娱耽美剧求生记。大家应该都发现了，新剧《逐玉》里男配何昶希直接被 AI 换脸了，关键是他没塌房啊。唯一原因就是他出演了初3的6·1儿童节，这是一部环大陆播出的耽美腐剧。为了不产生歧义和误解，这里小文先提前说一下本视频中提到的耽美剧或者腐剧是什么。耽美剧是一些以同性关系为外壳的浪漫幻想剧，重点在爱情的美化和情绪体验，和现实同性题材电视剧有本质的区别，因为它们既不反映真实生活，也不关注现实问题。而现在，环大陆耽美剧演员正面临广电总局的严格管控，网传11人竞演名单以口头传达至平台和品牌方，涉及何昶希、田许宁、子瑜等演员。管控措施包括禁止参演内地剧集，接商务代言及线下活动需要报批，封杀期据称为2年起步，期满后需重新评估。部分演员参演的内地剧集已遭 AI 换脸或角色删除，也就是说，未来参演过环大陆耽美剧的演员，以后也就只能环大陆发展了。你不仅不能拍内地电视剧，你还不能接代言和开演唱会，这不就一下子堵死了那些试图通过环大陆腐剧一步登天的演员后路？不赚钱，谁还拍？很多没有接触过该类内容的伙伴就比较疑惑，那你说半天，这个环大陆到底啥意思啊？环大陆剧啊，并不是一个官方术语，而是近期业内或者网络上对那些内地人拍的但在海外发行的耽美剧，也就是同性腐剧的俗称。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类作品都是在中国内地取景，由内地团队演员参与，投资也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公司，以中文台词为主。但因为从2021年9月开始，内地全面禁止耽美剧或者耽美小说改编剧，也就是说只有同性题材剧内地是管控的，所以就导致也只有耽美剧才会费尽心思在海外播，所以禁环大陆剧说白了也就是禁耽美剧。目前环大陆腐剧名义主要市场是港台、东南亚、日韩和欧美华人，但是众所周知，泰剧、韩剧中的耽美剧海了去了。你说内地这种以小博大、质量一般的环大陆剧能在海外力压韩剧、泰剧爆火赚钱，我是不相信的。所以名义上说是拍给日韩、东南亚看的，实际上主力群体还是大陆观众，只不过是规避了送审的问题。但是内地的送审制度就是要求你不能随便什么都能拍，什么都能上映。你拍电影必须走电影局，你拍剧集必须走广电，你必须经过审核允许你拍，你才能拍。不经过审核你拍是违法的。结果你故意绕开审核，面向的观众还是内地，那你就是犯了严重问题，所以封你就是硬封。那很多观众就觉得，为什么之前不管环大陆剧，现在怎么突然管起来了？只是说以前你影响力不大，人家不理你，你要真火了，肯定得处理你。这就不得不说到去年夏天的那部火爆内娱的环大陆耽美剧《溺爱》。自从出演了这部剧，2位主演田许宁、子瑜火得一塌糊涂，直接从籍籍无名涨粉几百万。虽然受政策限制，他们的确没有了后续影视剧资源的动向，但杂志代言接到手软啊，收入都是能让任何公司见钱眼开的一笔大钱。所以环大陆以雨后春笋般的速度出现，甚至很多大平台都开始布局。前面说的那部何昶希初3的6·1儿童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。而且这个剧组的操作也是很迷惑，何昶希被换脸的消息出来之后，剧方直接破罐子破摔，主演也大大方方吃黑利，全平台开启大胆 CP 营业。13号还发微博，不过这2条微博很快就被平台删除了，直接触发了更严重的封禁，不仅剧集，连代言、演唱会都不允许接了。当然很多喜欢田许宁、子瑜的网友们就不服了，凭什么只封 6.0， 要封就全都封？你太天真了。广电敢全封吗？你要是全封了，那内娱一多半明星都得折进去。有网友不服了，我家易烊千玺就没拍过。后面的网友直接给回一张图。还有网友说杨洋就没拍过，哈哈，他的确没拍过，但他是假扮过，还是和李易峰。还有网友说中年演员就拍得少，黄晓明尹正都40岁了，照样赶热度。所以啊，大家不要以为中国速度只体现在基建、科技上，影视圈也是如此。一旦一种题材的剧集获利远超想象的时候，复制跟风的速度就像线面一样。
当初19年《陈情令》爆火后，截止2021年拍完或已经立项的耽改剧就有54部，也就是仅2年就有108位男演员已经下海或正在下海的路上。可是2020年和2021年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只有400部左右，这意味着如果不加限制，10部剧里就有1部是男男友情剧。正因为这样的疯狂程度，以及官方对同性题材的保守态度，于是就出现了这几年不断反复出现的循环：官方不断收缩，市场不放弃，资本试探边界。正因为稀缺性，这就导致演员们拍耽美剧，意味着比普通题材更容易一步登天，也更具有更大的风险。你看最开始2010几年的时候，那种真的是纯纯的同性恋题材，但也不火，就是在耽美女孩的小圈子里逛悠，所以也没人管。但是到了2016年，许魏洲、黄景瑜的《上瘾》一下子出圈了。我觉得这主要归功于2位男主又高又帅，还清新自然，直接颠覆了以前但凡这类题材非要有一个娘娘腔的刻板设置，大大的满足了腐女的浪漫幻想。但是这个内容广电很快就毙掉了。毙掉以后，因为它火，虽然短短上线几天，但是光卖光盘卖周边都赚得盆满钵满，对主演们的加持也很大。黄景瑜还是素人，凭借这部剧直接飞升成了流量。对许魏洲的加成也很大，音乐影视各种资源都飞升了。之后的作品虽然反响较平，但也能在演艺圈立足。所以很多片方摸清门道，就开始研究怎么擦边。第2阶段，也就是耽改剧初级阶段，那一看这纯爱情不行啊，怎么都被下架，那就进化为是兄弟情，但加入明显的暧昧元素，比如同床、拉手、亲密互动，比如龚俊的盛世啊，朱一龙、白宇的镇魂。特别是镇魂这么一部粗制滥造的耽改剧，凭借着2位主演的精湛演技，居然捧出了出道多年却不温不火的朱一龙和白宇。如今一个电影大饼不断，一个正剧资源不断，虽然他们现在都不提这部剧，但这就是他们的来时路啊。第3阶段就是《陈情令》那一类，这一类耽改剧最高明，普通观众看到的就是友情、江湖、道义，但看过原著的观众却能通过肢体、氛围、镜头自行脑补。这个我最有发言权，因为我没看过原著。当时剧播的时候，一直觉得魏无羡和温情将会是一对，结果温情死了，我还觉得这部剧拍得好奇怪。后来被网上科普原著，才知道原来大家在磕魏无羡和蓝忘机。然后再看剧集，立马就带入男了。而且这部剧的营销也是真厉害，时至今日都让很多耽美女孩欲罢不能，直接抛弃了剧集，去磕2个800年不互动的真人去了。后来的《山河令》也是这样，但要比《陈情令》更明显一些。那第4阶段就是完全去除任何暧昧，只保留兄弟情。比如黄晓明引证的鬓边不是海棠红，宋威龙井柏然张公案，那为什么后来广电连这些剧也不让上了呢？因为有小说啊，海量的耽美小说啊，你怎么审核？你既然只拍兄弟情，那为什么那么多小说你不改编，非要改编耽美小说？不还是为了吃耽美的福利吗？让观众靠原著或2次传播去脑补，于是形成一个模式：影视负责干净表达，粉丝负责还原关系。所以最后，即使你在正儿八经的兄弟情，只要你是耽美小说改编，观众都能通过弹幕、超话、口口相传，把隐藏的关系再补回来。本质上还是在传播男男爱情才是美好的纯粹的价值观。于是广电开始第4步审原著，你必须申报改编来源，如果隐瞒，一旦被发现就直接下架，甚至处罚。处罚是什么？公司法人、导演、制片人全部要去广电签保证书，写训诫函，盖章承诺以后不再违规。到这时候，其实基本上已经把内地所有的路堵死了。但是总有资本不死心啊，那既然审核堵死了，就绕过审核呗，就有了我们前面说的环大陆剧。都已经环大陆了，还拍什么兄弟情啊？所以我们看到环大陆的耽美剧又恢复到了爱情模式。因为一直堵，一直稀缺，才造就了如今这些质量都不怎么样的耽美剧能够轻易的捧红向子瑜、田许宁这样敢冒风险的演员。可能说到这里，评论区很多小伙伴们会觉得这个政策对 BL 群体很不友好，但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分清一些虚幻和现实。虽然内地的同性话题网络表达受限，但现实却截然相反，政府又不会管你，
爱喜欢谁喜欢谁，而且民众，特别是这几年接受度超高。其实我也大概能想到，为什么现在主流体系不喜欢耽美题材，因为耽美剧它根本就不再讲现实问题或者呼吁什么，而是一种女性幻想，作者是女性，受众大多也是女性啊。而且关键它美化同性爱情，没有柴米油盐，没有生儿育女，有的只是势均力敌，人间美好。现在内地年轻人多现实啊，特别是女孩子，自己能赚钱，干嘛还要受婚姻的苦？很多都不愿意生孩子了。那你电视上要再去反复放大同性爱情的美好、独身主义、婚姻是苦难这种叙事，那就更没人生了。